别人的圣女不是辱骂就是背刺主角，而我的圣女却当着万人的面公然抢亲，更是扬言敢说一句就灭你一族。只因我本是登顶天骄榜的榜首，却被各大世家联手追杀，最终害得亲人挚爱双双惨死。但好在重生后的我再次回到大婚之日，此时同一时间的天华圣地内，正在闭关修炼的沈右楚猛然惊醒，整理思绪后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重生了。此时他那精致的俏脸上的表情非常的复杂，没想到进入时间长河之后竟然重生了，也不知道沐尘怎么样了。想到这，他双眼顿时一亮，他会不会也重生了？一念至此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出密室，想要前往大禹皇朝。然而他正要离开圣地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这时候他应该还没成婚吧？此时沈右楚脑海中也浮现出我曾经和他说过的事情，他记得成婚后的我在柳家好像并不好过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必须要在他们成婚之前给拦下。如果柳家识相点听劝的话，那就好聚好散；不识相直接灭了他们就行了。沈右楚唯一的顾虑那就是他害怕我并没有重生，到时候还要解释来龙去脉，挺麻烦的。对了，还有嫁妆，去拿嫁妆。想到这，沈右楚便跑向大殿寻找自己的父亲。当他看到正在闭目养神的父亲，一个闪身直接来到了沈渊的面前。爹爹，你要不要女婿？我给你抢一个回来。沈渊听到这话，瞳孔直接放大，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消息。他知道沈右楚性格跳脱，平时也挺野的，但没想到沈右楚现在竟然路子这么野。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，于是又问了一遍：右楚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沈右楚摇了摇他的手臂，撒娇道：爹爹，你给我准备的嫁妆快给我，我要去抢亲。沈渊确定沈右楚说的是抢亲后直接当机，他确信自己没有幻听。右楚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你一个女孩子去抢亲，你疯了？如果你看上了对方，先和为父说说，我帮你去提亲。你这抢亲像什么话？你要知道，你可是我们天花圣地的圣女，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天花圣地。听了这话，沈右楚顿时不乐意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去抢亲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爹爹你放心，不会有大影响的，我能解决。实在不行，你先把我这圣女的位置给拿掉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天华圣地。沈渊看到沈右楚这副急切的模样，甚是不解。沈右楚这段时间不都一直待在圣地里修炼吗？从哪里接触到的异性？沈右楚平时虽然跳脱，但还是会顾忌圣女这个身份，但是现在竟然让我把圣女之位拿下去抢亲，这不是疯了吗？他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不行。你以为这圣女的位置是你想下来就下来的吗？虽然你爹我是找人，但一切都要按圣地的规矩行事，此事休要再提。沈右楚轻哼道：那我去找爷爷，说你欺负我，不让我嫁人。沈渊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一僵。如果父亲出面，他少不了一顿揍，但也不能任由沈右楚胡来。你先和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亲是非抢不可吗？你是看上了哪家圣地的弟子？沈右楚开口道：他不是圣地的人，也不是圣子。沈渊反问：是顶级世家的子嗣？也不是。沈右楚摇了摇头，他就是个小家子了，现在连修为都没有。说到这儿，沈右楚又补了一句：您再给我拿一颗重塑丹。沈渊听到这话头都大了，他虽然不限制沈右楚的择偶，但夭夭这是找了个什么人啊？没有背景，没有修为，右楚看上了他什么？更离谱的是，还开口要一枚重塑丹。要知道这可是圣品丹药啊，这东西在天华圣地内也是少得可怜，100年才能炼制出一枚。沈渊一脸凝重地看着沈右楚，你该不会是被人下蛊了吧？说完便打开神识，不停地扫描着沈右楚，然而根本没有发现沈右楚身上有任何异常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沈右楚的元神更凝实了。一番探查无异常后，沈渊喃喃道：也没有被夺舍呀。沈右楚催促道：爹爹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快点给我吧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你还不相信我的眼光吗？他虽然现在没有任何修为，但我相信未来的他是天华圣地都要仰望的存在。我没时间解释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我。父亲闻言对沈右楚默默翻了个白眼，连天华圣地都要仰望的存在，这世上存在这样的人吗？但看着沈右楚这急切的模样，他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能把这漏风的小棉袄迷成这样，索性拿出一枚储物戒指递给沈右楚，打算亲自和他走一趟，看那人究竟有什么魔力，顺便看看是否被骗了。如果对方欺骗右楚，那他也没必要存在了。行了，你去吧。沈右楚询问道：重塑丹呢？沈渊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又从储物空间内拿出一个玉笔，给你。沈右楚开心的接过丹药便跑了出去。沈渊看着快速离去的身影，直接一个闪身遁入虚空，尾随而去。3日后，婚礼当天，此时刘府内已经坐满了大禹皇朝各大顶级势力，甚至连皇室的成员也来了不少。台下宾客们看到这阵仗也不由议论起来，柳家还是很有排面的呀，连三皇子都来参加婚礼了。柳家这是要展示他们家的人脉啊。江家也是可怜，如果大将军没有消失，何至于当赘婿？哎，时也命也，江家已经不是曾经的江家了，现在柳家还愿意履行当初的约定，已经很难得了。有柳家的庇护，江家子嗣应该不会出问题。边上的人听到这话，极度的说道：这沐尘不就是靠着以前有个好爹吗？不然柳如烟这样的天之娇女怎么可能嫁给他？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我实在是不甘心吧。这些议论声很快引起了一位样貌俊美的年轻人的关注，他听到这些言论后，眼角闪过一丝阴翳，内心很不爽。你娶了如烟又如何？她已是我的人了，等把你家族的天阶功法搞到手，你沐尘也该死了。过了大概1个时辰左右，司仪高声道：吉时已到，有请2位新人入场。司仪话音落下后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大门外。我身穿一身红色喜服，缓缓走入大门。我出现那一刻，虚空中的沈右楚嘴角微微扬起，没想到年轻时的沐尘竟然这么帅。然而他看到我身上的喜服后嘟囔道：这喜服只能为我一人穿，等会就把它撕了。虚空中的沈渊不断打量我，观察片刻后，他发现这人身上压根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好像也就是一张脸。但自己女儿也不是花痴，为何能把她迷成这样？虽然我样貌属于上乘，但在修仙世界中样貌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因为修仙之人压根就没有丑的，所以光凭这一点根本不足以吸引自己女儿。我的出现也引起了宾客们的议论，听说沐尘模样俊美，没想到还真是，可惜了只有一副好的皮囊，终究是无法修炼。有一张好皮囊有什么
什么用？实力才是王道，在修士面前，凡人和蝼蚁没什么区别。哪怕是他见到我，也要客客气气的。可惜了柳如烟，她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，年仅20便修炼到退凡境巅峰，要不了多久应该就能赢当了。这样的顶级天才，下嫁给一个废物真是可惜了。边上的人点头附和起来。听说他拜入离虎宗，被一位长老收为弟子，这是要一步登天啊！其余人听到这话，更是一脸妒忌的看着我，实在想不明白我凭什么癞蛤蟆吃了天鹅肉。这时有人开口，听说柳家是为了江家的天阶功法才没有悔婚的。此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。慎言，这里可是柳家，可别乱说话引来祸端。就在众人还在议论时，一位身穿红色喜服的女子从柳家大院缓缓走出，她的表情淡漠而冷静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喧嚣世界隔绝的宁静空间。红妆艳丽的服饰与她那清冷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。当她目光看向我后，眼神中厌恶根本没法掩饰。现场宾客见状也是愣了一下，也琢磨出其中的味道。她那厌恶的眼神，连掩饰都不掩饰一下，太欺负人了呀！人家沐尘好歹也是镇国大将军的长子，这么不给面子吗？本以为沐尘和柳如烟成婚是他的幸运，但现在看来，他未来的日子恐怕不太好受了。柳如烟来到宾客面前，对着众人抬手示意安静，片刻后便对着我开口：“在成婚之前，我先替柳家说一下我们家的家规，希望你下嫁之后能遵守规矩。”我听到这话，眼神微微一迷，因为前世也有同样的场景，想起那些屈辱的条例，在心中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因为我现在没有任何实力，如果在婚礼上闹事，我和穆伟恐怕都要死在这里，必须要恢复实力后才能把面子找回来。如果现在贸然开口，就没有以后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爹娘还在九幽绝地内等我去救，所以这口气必须要咽下。柳如烟看到我没有说话，内心更是冷笑不止。第一条，你身为凡人，嫁入柳家后每日向我请安，没有我召见不许踏入房内。第二条，我们柳家任何人说话时你不许插嘴。第三条，没有我允许不可走出别院。第四条，每句话限10个字，超出1个字掌嘴10下。第五条，嫁入柳家后，你将改姓，以后你叫柳晨。虚空中的沈右楚听到这些条件，再看一眼下方的我，没想到自家男人曾经经历过如此屈辱的场景，此刻恨不得立刻下去把这女人撕了，自己把沐尘当成宝。竟有人肆意侮辱自己的心上人。此时我的神色淡定，但听到第5条时顿了一顿，前世好像没有这条规定，怎么突然加进来了？难不成是自己重生后的蝴蝶效应？可是明明没做什么呀，一切都是按照前世的剧情在走，为何出现变化？前面几条想也能忍，但这第5条出来后决定不忍了，真当自己是泥巴捏的。大脑飞速运转中考虑如何拒绝，手中有一枚老爹留下的护身玉佩，捏碎这枚玉佩后能造成一击超凡境攻击，如果使用应该能趁乱带着穆伟跑出去，但后果也会很严重，一旦使用大禹皇朝将无他们容身之处，想要的洗髓玉恐怕也拿不到。虽然后果严重，但思考再三决定干一把。我默默手放在腰间，打算柳如烟说完后直接捏碎玉佩。第6条，然而还没等他说完，虚空中传出一道清冷的声音：第6条，你们柳家好大的面子。沈右楚此时再也忍不住，直接站出来发表意见。此言一出，现场宾客纷纷把目光看向天空，他静静伫立虚空中，宛如一幅绝美画卷。本来宾客们觉得柳如烟样貌不俗，但和他一比，就如萤火与皓月争辉，根本没可比性。柳如烟看他正要开口训斥，然而话没说完，直接被沈右楚一掌抽飞了。清脆的响声响彻整个婚礼现场，全场宾客都懵了，这女子是哪来的？要知道这里可是柳家呀，她不想活了吗？然而当沈右楚开口的时候，现场直接响起一片哗然。我让你和我说话了吗？你也配？沐尘是我的男人，你凭什么立这些规矩？你不是喜欢立规矩吗？还每次发言不能超过10个字，你有本事当我的面再把那些规矩说一遍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说1个字，我灭你柳家一族；你说满10个字，我把这大禹皇朝给灭了。你可以试试我能不能做到。说完，沈右楚直接释放出自身的修为。当他掌我境修为释放出来的那一刻，现场所有宾客全都低下了头，一些修为低的甚至已经匍匐在地上。虚空中的沈渊听到自家女儿的话，嘴角不停抽搐。虽然他们有能力灭了大禹皇朝，但他真不敢这样干，太伤天和了，也容易被人诟病。偷偷灭了皇室还行，但这样公然放话有点过分。这是第一次看到女儿发这么大脾气。他平时闹腾，但对生命保持敬畏，不会轻易下杀手，现在却张口灭族灭国，这还是他的宝贝女儿吗？这脾气怎么和那些魔道一样？一旁的我看到沈右楚出现时，内心掀起滔天巨浪。这沈右楚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此刻我脑海中飞速运转，要不要相认？思索片刻后，还是忍住了相认的冲动。前世自己把沈右楚害得太惨，这一世就算了吧。天华圣地因为自己的关系被灭门，他因此堕入魔道，俩人成了亡命鸳鸯，被不停追杀，最终被人打入时间长河。沈右楚是圣女，只要他远离自己，天华圣地便不会再有问题，他也可以安稳度过余生。一旁的柳如烟捂着已经被打肿的柚子，敢怒不敢言，他害怕这女子说的话是真的。下方的宋晨看到自己的女人被打成这样，怒火攻心，直接跳出来训斥：这位道友，你太过分了，这可是柳家的婚礼现场，你这样做未免太不把柳家放在眼里了吧？仗着修为高就能肆意妄为，真当这世上没有王法吗？沈右楚顺着声音方向看去，当他看到宋晨时愣住了，然后露出癫狂的笑容，哈哈哈，好啊，宋晨，他对这人太熟悉了，前世就因为他，导致他和我几次差点生死，我更是被他搞出了道伤无法修复，现在他竟主动跳出来，他更没理由放过他。二话不说，直接一掌拍过去，直接把宋晨的肉身打成血，连魂魄都被抽了出来，化成一道黑雾被扔进了万魂幡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一众宾客吓得够呛。刚那小年轻只是开口说2句话，没想到就死了，这女子杀性太重了吧？柳如烟看到这一幕直接尖叫起来：宋晨，
你这妖女还我爱人！沈右楚冷哼，11个字，这大禹皇朝该灭了。他直接拿出一枚玉牌扔向天空，下一秒，虚空中直接出现数十道身影。沈右楚直接吩咐灭了大禹皇朝。沈右楚直接吩咐灭了大禹皇朝。为首的一道身影点头，遵命，圣女。一旁的我见状被吓得不轻，连忙喊住手。沈右楚疑惑地看向这边，怎么了？我赶忙行礼道，感谢仙子相助，但大禹皇朝不能灭，还请仙子高抬贵手，就此退去。我知道沈右楚有能力灭掉大禹皇朝，但不能让他这样干，后面牵扯太多。大禹皇朝身后也有靠山，沈右楚不知道，但自己知道，一旦执行指令，天花圣地也会被牵扯进来，到时候又走上前世的老路。沈右楚一脸诧异，你叫我什么？仙子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沈右楚沉默，内心犯嘀咕，难道沐尘没重生？这就难办了，又要重新认识一遍，有点麻烦。虚空中的沈渊看到我把沈右楚拦下后，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就算我不拦，他身为天花圣地宗主也会拦下这些大手。沈右楚灭了一个家族，他可以装作看不见，但灭一个皇朝，牵扯太大，不想被诟病。沈右楚没有继续纠结称呼问题，而是问你确定不灭吗？我认真点头，仙子不能灭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下方宾客听到沈右楚的回答后，也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本来是来参加婚礼，差点死在这里，还差点灭了大禹皇朝，这上哪说理去？他们不会怀疑沈右楚能不能做到，他自身斩我境修为，就够大禹皇朝喝一壶。别说他叫来的神秘高手，这些人全放出去，恐怕大禹皇朝真要被灭。沈右楚把目光看向柳如烟，那他呢？我听到这问话后沉默了片刻，不想让沈右楚卷进关于自己的事情，两人一旦有过多的牵扯，未来的羁绊就太深了。这一世自己不再让沈右楚重蹈覆辙，他知道自己的路不被世人认可，动了太多人的蛋糕，注定会被打上魔修的标签，最终导致众叛亲离。除非他已经站上了这世界之巅，否则绝不再和沈右楚走得太近，连前世的一些好友也会选择疏远。仙子，我大婚之事我会自己解决，还请您别再插手了。听到这话，沈右楚精致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这沐尘难道真的不认识他吗？为何让他感觉如此陌生？我以为自己说完这话，沈右楚会被劝退或者直接离去，但他低估了沈右楚的野心。沈右楚没说话，直接抬手一掌废掉了柳如烟的修为，做完后笑道：这样处理可以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再次陷入沉默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沈右楚也是重生的。前世他反骨心重，后期入魔后更肆无忌惮，以前靠实力把他按下，现在没有实力，还用以前的态度，那肯定不行。仙子请便。说完打算以退为进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沈右楚看到我转身后，顿了一会儿，本以为我会继续苦口婆心劝他，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走了。前世他经常和我对着干，目的就是让他轰轰自己，只有和他唱反调，才能让他多说两句。现在他直接走了，沈右楚有些不知所措，这是哪里出问题了？看到我真的走出大门，他才回过神来。我是真没打算理会这里的事情。他重新把目光放到柳如烟身上，冷声道：沐尘是我的男人，这世间只有我配得上他，你再敢动歪心思，灭你一族。然后警告一众宾客，想找麻烦的可以找我，谁敢动沐尘谁死，不服的就来天华圣地找我。本座名为沈右楚。柳家的众人听到沈右楚的话后集体沉默。沈右楚这名字他们也许没听过，但天花圣地的名字他们听过。这世界一共8大洲，又划分成许多势力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院三圣，天花圣地正是这3圣之一。当柳家众人听到这名字时，强大的压迫感让他们无法反抗。如果沈右楚一出来就表明身份，他们早就把他供起来了。其他的宾客，甚至是大禹皇朝的3皇子，原本还有些歪心思，但听到天花圣地的名字后瞬间老实。刚刚他说要灭整个大禹皇朝，这还真不是玩笑话，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。天花圣地的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皇朝啊？难不成沈右楚是为了沐尘而来？不清楚，圣地之人离我们太远了，对于我们而言只可远观。刚刚那位仙子说沐尘是他的男人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沐尘岂不是一飞冲天了？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这沐尘凭什么呀？如此角色竟然青睐于他？有人惊呼道：沈右楚，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，她不是天花圣地的圣女吗？我的天，该不会真是她吧？众人闻言直接震惊了。天花圣地的圣女，此言当真？我本以为这女子顶多是天花圣地的弟子，没想到竟然是圣女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。一旁的3皇子听到这些消息后直接离去，把这里的消息告诉父皇。如果此女真是圣女，皇室也要有所行动。幽灵山谷一处隐蔽的山洞内，一个金黄色的法阵中出现了一道年轻身影，此人正是在柳家刚被沈右楚击杀的宋晨。当他走出金色法阵时，脸色非常难看，该死，竟然把我好不容易凝聚出来的分身击杀，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。他平日里让分身代替行动，现在分身没了，短时间内不敢再出去。脑海中出现一道苍老的声音：晨儿，你得道心乱，你有无上功法，未来成就不会低，好好修炼。宋晨愤慨解释：师父，我气不过，无缘被杀，我心有不甘。老者缓缓开口：此女身份不简单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拿她没办法。想复仇，只能先提升实力，首先凝聚新的分身，等你新的分身凝聚出来，我会告诉你前往龙渊秘境的方法。秘境当中有为师当初留下的宝物，拿到那些宝物后，你的实力会极大提升。宋晨听到这话，内心的愤怒稍微平复了一些，点头答应后，便开始拿出许多稀有材料凝聚新的分身。另一边，我已经离开了柳家范围，不久后沈右楚也跟了上来，但我并没有搭理他，因为我太了解沈右楚了。这女人只要你搭理她，她就会顺着杆子往上爬。现在的我不敢露馅，如果让她知道我也重生了，估计会更闹腾，以后想甩掉她恐怕更加困难。虽然我也很喜欢沈右楚，说是挚爱也毫不为过，但不能这么自私，让她再重蹈覆辙。她还有天花圣地，一群疼爱她的兄弟姐妹，以及她的爹娘。我清晰记得当初她得知天花圣地被灭的消息，那痛苦的模样，她花了100年的时间才勉强走出来。我也不想让她承受这样的伤害。我刚刚做的怎么样？帅不帅？我是不是很争气啊？沈右楚一路碎碎念，但我始终不搭理他，自顾自往家走。过了片刻，沈右楚气呼呼地拉住我的手臂：沐尘，你站住！我
顿了一会儿，手臂直接从他手中抽了出来。仙子请自重，我很感激你今天的帮助，但我们初次见面，男女有别，还是保距离好。你的恩情我会记在心里，日后一定还清。行，那就让日后再说。沈右楚直接一把搂住我的腰，带着我往家赶去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直接把我吓坏了。你干嘛？沈右楚缩了缩肩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日后再说，我带你先回家呀。你以前不是经常拿这个唬我吗？现在我不怕了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，别害羞，正好让我试试你年轻时候的强度。听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前世确实没少调戏他，说一些荤段子，但没想到他竟然都记住，大脑飞速运转思考如何脱困。他可是任何事都敢做的人，如果我们真的深入交流，又会走上前世的老路，这不符合我的初衷。仙子请自重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不熟。话音刚落，直接被他暴力脱衣，下一秒他直接把我压倒身下，我没有任何的修为，想反抗也反抗不了，没事，很快就会适应的。我叫沈右楚是你的道理，以后你就会习惯了。他也懒得墨迹，原本打算慢慢发展再续前缘，但急性子的他发现自己根本忍不了。沐尘本来就是他认定的男人，为什么还要重新追一次？前世都追了那么久了，现在不能再忍。虚空中的沈渊看到自家女儿的这副模样，气得不轻，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这么野蛮了？刚要出手阻止，便听到我的声音：等等，仙子稍安勿躁，凡事都讲求缘分，你这样就算得到了我的人，也不会得到我的心。听到这话，他那双不安分的小手也停了下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靠在床边一脸委屈地说：仙子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强扭的瓜不甜的。他轻哼一声，甜不甜先扭了再说，你管我。此时的我感觉头疼，这女人太虎了，粘上了跑不掉，难不成直接摊牌？如果摊牌说不定还能缓和，毕竟以前她很听话，尽管反骨，但在大事上听我。但思考再三后，决定继续挣扎一下。仙子你先等会，我有个提议，感情这种东西都是缘分，我想让上天替我们决定。此话一出，他停了下来，什么意思？接着说到我们去求签求个姻缘，如果是上签，我就愿意接纳你，给彼此机会了解对方，毕竟我们才刚认识，你上来就深入交流，我顶不住的。如果是下签，那就说明我们有缘无分，希望仙子自重，好聚好散。他思考了一会后答应了下来，行，我带你去求签。他说完便离开房间。他出去后我暗自松了口气，提出抽签是为了拖一段时间，知道现在肯定摆脱不了，去求签也没用，如果抽到下签，他也会耍赖，没有修为根本玩不过他，只能把时间延长，找机会通知他爹把他抓回去。至于以后等能修炼后，有的是办法躲避他。当做出这个决定后，眼神流露出一丝不舍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他，她是我唯一认可的女人，但不能害她，只能把心里的爱意藏起来。我喃喃道：给我10年，只要找到办法，会正大光明的去找你，到时候谁也没办法阻止我。大禹皇朝皇宫内的御书房里，禹皇听着三皇子的汇报，眉头紧锁，言而此事当真，父皇此事千真万确。我亲眼所见，那女子年纪轻轻，却已达掌我境，除了三圣地和那些隐士家族天骄外，没人能达到。在来找您之前，我已经托好友询问了天花圣地的情况，确实有一位叫沈右楚的圣女。禹皇闻言松了口气，那就好，有天花圣地的圣女庇护，穆家应该没事。语言听到这话，脸上却露出疑惑，父皇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他的认知里，穆家应该是被皇室放弃，为何父皇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？禹皇看到儿子的疑惑，苦笑：你不会以为我放弃了穆家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吧？恳请父皇解惑。语言行礼答道。禹皇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你有这样的想法正常，你大哥、二哥估计也有同样的想法。穆家可是镇国之柱，也是唯一支持我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放弃他们？哪怕穆尘和穆维没有修为，我也要保护好他们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何都不出手吗？语言摇摇头表示不解。禹皇叹了口气，因为我不敢，一旦开口保护穆家，好不容易稳定的局势恐怕又要再起波澜。父皇连您都不敢得罪，难道针对穆家的事是72皇朝的人？语言震惊地问道。不是我们当朝宰相文庆。禹皇缓缓说出这个名字，语言满脸写着不可思议。文宰相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为何要针对穆家？在他心中，文宰相一直是个敬重人，对国对民有很大功劳，在民间声望也很高，这位国之栋梁为何会针对穆家？他实在想不明白，这牵扯甚广，你只需记住，不要和文庆走得太近，等你当上太子就会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。文庆远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禹皇叹气，既然您不信任文宰相，为何还给他大量赏赐？语言疑惑道，您不应该剥夺他的权利吗？剥夺他的权利？禹皇苦笑，我动不了，也不敢动，我能做的只能稳住他，徐徐图之，等待机会。如果现在针对他，我就会和你爷爷一样，突然受到诅咒然后陨落。语言沉默了，就算他再傻也明白了父皇的意图，没想到皇爷爷的陨落竟然和文宰相有关系。按父皇的话说，皇权已经被文宰相给架空了，他以前从未察觉任何异常。禹皇见儿子沉默，便换了话题，你和沐尘同龄，小时候也接触过，探探他的口风，如果圣女和沐尘关系好，以后多多走动对你有好处。语言双眼顿时一亮，这话点醒了他，如果沐尘和沈右楚关系好，那对他而言是不错的助力，得到天花圣地的帮助，甚至不需要担心文宰相的威胁。告别禹皇后，他便到府邸准备礼物，准备登门。另一边我换上一套新衣后，跟着沈右楚前往寺庙。寺庙内求签的人来来往往，形成了一幅宁静而又忙碌的画面。他们双手合十，虔诚祈祷，默念经文，一心向佛，拿出签筒等待神秘一刻。这种庄严的气氛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氛围。然而在沈右楚眼中，他闪过一丝鄙夷，这些老秃驴没一个好东西，前世针对他最多的就是这群老秃驴，要不是我想求签，他压根不想进这个破地方。当来到一尊佛像前，一位小僧走过来，二话不说拿出一沓符纸，点燃丢入火盘。你干嘛？沈右楚气愤问道。小僧行礼解释，女施主，这是在为你们祈福，烧掉的这些纸钱是主持特意开光过的道符，是求签前必备的仪式。沈右楚随后准备拿起签和摇签，那小僧又开口，女施主，凡事讲究缘分，求签前需要心诚。他愣了会儿，怎么才心诚？小僧道，寺庙需要上供香火，
一炷香1枚下品灵石，刚帮您烧了49道符，每张符纸也需要1枚下品灵石，一共50枚下品灵石。沈右楚听到这话顿时气乐了，灵石他倒是不在乎，但是这明目张胆的抢他，这寺庙不想要了是吧？沈右楚正要开口训斥，一旁的我直接拿出一个小袋子递到僧人面前，这里正好有50枚下品灵石，你拿去吧。沈右楚看到我竟然真把灵石给他，气呼呼的看着我，你干嘛要给他呀？这明显就是抢劫，他们以前怎么对你的？你忘记了？听到这话我选择性失聪，当然知道这些老秃驴怎么对待我，也知道他们有多虚伪，但不想因为这50枚下品灵石让沈右楚砸了这寺庙，因为这寺庙牵扯太大，这大陆上的所有寺庙都和3圣之一的法源圣地有关，一旦他真砸了这寺庙，后续问题不好解决。而且我这次来是踩点的，等到修为恢复后还要来这里。仙子稍安勿躁，这是寺庙的规矩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还是求签吧。听到这话，沈右楚虽然气呼呼的，但还是拿起签盒摇了起来。可是他摇着摇着突然停了下来，转头直勾勾的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想让我抽出什么签？”被这话问住，我愣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，但很快恢复过来，一切随缘。沈右楚敏锐的捕捉到我眼神中的那一丝错愕，内心顿时一喜，这表情他太熟悉了。前世我每次被他突然提问，都会出现类似表情，虽然掩饰的很好，但他还是能察觉到。他快速确认了自己的猜测，既然我也重生了，为何不与他相认呢？我突然不想抽了，我疑惑的问：“来都来了，为何不抽？”他轻笑了一声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。”这话你听过吗？这话让我沉默片刻。前世每次遇到绝境，我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安慰他，没想到重生后角色竟然互换了。走吧，我就当做是上签了。他拉起我离开寺庙，笑道：“你要在乎这50枚下品灵石，我可以给你。”我叹了口气，那之前的约定还算数吗？他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拉着我说：“走吧，先回家，我给你个好东西。”话没说完便把我带走了。回到家后，他拿出一枚精致的玉盒递给我，打开看看。看到这枚玉盒时，我瞳孔微微一锁，这东西我认识，是圣品丹药重塑丹，不仅可以重塑经脉，还能提升修行速度，最重要的是疗伤圣品，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在，除了道伤，任何伤势都能瞬间恢复。如果前世没有这东西，我不知死了多少次。这也是天花圣地的立足之本。没想到他竟然把这东西拿出来了，虽然内心非常震惊，但我装出疑惑的样子。仙子，这是什么？他笑意盈盈，一颗糖，很甜的，你尝尝。他虽然猜出我可能是重生的，但没打算拆穿我，而是等我主动说出口。知道我重生后，他心态也已放平，不那么着急。这男人已经是他的，所以就陪我玩玩吧，正好也能见证我的成长。我愣了一会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份恩情太重了呀，而且我真不能拒绝，因为这东西对现在的我太需要了，还在起步阶段。如果服下这枚丹药，直接就能开始重修，无需再寻找替代品。最关键的是，用这重塑丹重塑的经脉，将给我打下非常稳固的基础，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也拒绝不了。看着眼前的丹药，通体散发淡淡的绿色光芒，表面布满精美的花纹，这些精美的花纹正是传说中的丹纹，只有圣品以上丹药才会出现这些丹纹。现在只能装傻，当作不知这是何物，毕竟以现在身份，根本无法接触这么高级的丹药。他看我还在发愣，便拿起重塑丹说道：“张嘴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老实的张开嘴巴。他轻笑着把丹药送入我口中，问道：“甜吗？”我点点头。重塑丹入口后，身上开始有变化，感觉到一股轻柔的灵气在疏通经脉，片刻之后，全身经脉都被打通，并开始快速重塑。为了不让这些灵气流失，我便开始原地打坐起来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开始运转前世自创的功法。沈右楚见状心念道：“元荒经，你果然也重生了。”原本沈右楚还有些怀疑，当我运转起这功法的时候，他敢肯定这沐尘肯定是重生了，而正在打坐的我，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，自己也不是大意，是因为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，沈右楚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一时间忽略了我已经重生的事实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个时辰过去，沐尘身上开始浮现出耀眼的金光，他的修为也是直接进入了觉醒境，而且这提升的速度还在加快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此时的沐尘已经突破到了退凡境，最终他的修为停留在了退凡境巅峰，距离宁丹也不远了。短短几个时辰，沐尘已经和柳如烟同一个境界。虚空中的沈渊此时也被震惊到，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有如此恐怖的修炼天赋。最让他震惊的是，我身上竟然透露出了神性。何为神性？神性就是圣境的通行证，想要登临圣境必须修出神性，这东西一般只会出现在亚圣的身上。拥有神性的亚圣和没有神性的亚圣，其中的差距就犹如鸿沟一般，只要此人不陨落，未来的成就最低也是圣境。自己的女儿沈右楚就是在斩我境的时候拥有了神性，才可以担任圣女之位，而此子竟然在退凡境的时候就出现了神性，只要不陨落，未来的成就无法想象了。难怪自己的女儿如此看好他。此时的沈渊已经开始打起小心思了，想要早点把沐尘给招入天华圣地好好培养，毕竟这样没有任何势力归属的天才，可是万年难得一遇。至于他们俩之间的感情问题，沈渊也不反对了，顺其自然即可。沐尘修炼完之后，眼神中掩饰不住的兴奋，内心喃喃道：终于踏出第一步了。别看现在只有退凡境巅峰，但是他真实的战力远远不止这些，面对退凡境的敌人，抬手即可覆灭。目前的他有把握从斩我境的强者手中逃跑。一旁的沈右楚看到沐尘修出神性之后，也是非常的开心，一脸崇拜的看着沐尘。哇，你竟然在退凡境就修炼出了神性，太厉害了！他欲言又止的看着沈右楚，本来想要道谢的，但是想想还是算了，侥幸罢了。多谢你的糖，他给我带来了好运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当穆维看到沈右楚时，有些愣神，他没想到沈右楚竟然也在这里。沐尘率先开口：小维怎么了？穆维缓了口气后：哥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都想要拜访你，你要不要见一见他们？沐尘摇了摇头：你就说我不在家，让他们改日再来拜访。
这些人无非就是想来打探消息。当晚沈右楚也是在江府住了下来，他本来是想要和沐晨住在同一间房的，但是被沐晨以要修炼的借口给拒绝了，无奈只能选择一间靠近你的房间住下。此时的沐晨在考虑接下来的发展，在这个时间点，最大的一个机缘就是龙渊秘境内的化天池。不过想要进入龙渊秘境也没那么容易，目前只有2个方法，其一就是代表皇室参加各大皇朝的排名大比，只要获得前50名，便可以得到进入龙渊秘境的名额。第二就是找到龙渊秘境的密钥。他记得前世的龙渊秘境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事件，这龙渊秘境存在其他的通道，使用密钥便可进入其中。而沐晨也知道是谁拥有这密钥，此人正是宋晨。本来想要从宋晨手中搞到密钥，可惜此人已经被沈右楚给击杀了，现在只能靠第一个方法进入龙渊秘境。可是如何参加大比，这就让沐晨有些头疼。大禹皇朝的大比预选名单已经出来了，想要临时加入基本上不太可能。当然，如果用沈右楚的名义来开口，甚至都不需要参加大比，他就能直接进入龙渊秘境。但是沐晨不会这么做，不是沐晨好面子，是沐晨不想惹麻烦。思索片刻后，如果实在没办法，那他只能从柳家下手了。毕竟柳如烟还活着，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宋晨的秘密，只要找到密钥一样还是可以进去。次日一早，穆维再次来到了你的房外。哥，三皇子来拜访了，见不见？屋内的你愣了一会，三皇子竟然来找自己。你们除了小时候有些交集外，长大了他们并没有联系了。这时候三皇子来找自己是要干嘛？虽然不知道三皇子想干嘛，但是还是让穆维把人请了进来。随后沈右楚跟着你来到了客厅。当三皇子看到你和圣女一同出现后，也是非常的震惊，没想到两人的关系竟然如此之好，不禁让三皇子脑补了很多事情。随后连忙起身躬身，见过圣女大人。说完，三皇子从储物戒内拿出一枚精致的礼盒递到了你的面前，这里是一枚增寿丹，还请笑纳。你看到这增寿丹后有些惊讶，这玩意可不便宜啊！虽然这东西对修士没多大的用，但是对一些平民贵族可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啊！服用之后便可以增加100年寿命。看来这三皇子此行的目的应该不简单，多谢三皇子，无功不受禄啊！你能来我们幕府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，竟然还带来了如此大礼。一旁的沈右楚看着客套的两人寒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。你这时候提了一嘴，皇子殿下，我听说排名大比即将开始了，不知名单是否已经确定了下来？三皇子沉思片刻，名单已经确定了下来，下个月我们就会出发前往大比。你叹了口气，我原本也想要参加大比的，可惜错过了报名的时间，不能为国争光，实属可惜啊！三皇子听到这话一阵诧异，江兄，你是想要参加大比？可是你也明白三皇子的意思，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修为，托圣女之福，我很早就可以开始修炼了。感受到你身上的气息后，三皇子震惊的发现，仅仅1天时间，你的修为距离名单境只差1步之遥，没想到你竟然隐藏的这么深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有圣女的帮助，这些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离谱。三皇子这时开口，此事我会禀明父皇，毕竟江兄可是江老将军的长子，想为国争光，我岂能寒了你的心？此事交给我解决，你等待通知即可。你听后闻言一喜，那就麻烦您了。等到三皇子离开后，沈右楚便开口道，你参加这大比干嘛？我想进入龙渊秘境，那里面有化天池，可以加快我的修炼速度。沈右楚愣了一会，你要进入龙渊秘境，和我说一声就行了呀，我帮你解决，不需要参加大比。你则摇了摇头，圣女已经帮助我够多了，此事我能自己争取。沈右楚听到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，而且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你非要弄那么麻烦干嘛呢？难不成你是嫌弃我？你连忙摇头，我岂敢嫌弃圣女？如果我让圣女开口帮忙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沈右楚欲言又止的看向你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难道他是害怕又走上前世的老路？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重生了，只要小心一些，总能避免的。沈右楚一脸认真的看向你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，压力别太大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烦人，我会离开。思索片刻后，你对沈右楚行了一礼，圣女保重。沈右楚听到这话沉默了一会，你想好了？你再次重复了一遍，圣女保重。沈右楚听到这话，他那双动人的双眸此时充满了水，他实在无法理解啊，你明明知道他是谁，为何不愿意相认？沈右楚哽咽道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我不想和你分开，但是你为什么一直把我推开呢？这究竟为什么呀？我不理解啊，我不理解。沈右楚此时的情绪已经崩溃了，算上前世他们相识已经有1000年，你看着面前的沈右楚，内心也是非常的不忍，但是自己不能心软啊，一旦自己心软，让他留在自己身边，未来你们注定还是会生死道消，所以你只能拒绝，自己独自一人发育，然后悄悄布局。你再次行礼，圣女保重。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。你不敢在这里待下去，因为真的害怕自己会心软。沈右楚看到你离开的背影，崩溃的大哭了起来。虚空中的沈渊看着自己女儿这副模样，也是紧紧握着拳头。这小子路子走窄了呀，他现在恨不得把你这小王八犊子给弄死。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女儿哭成这样，虽然他很想把你给弄死，但是他还真不敢动手。自己的女儿对你的感情已经深入骨髓了，如果他动手，估计这宝贝女儿要疯掉的。沈渊深吸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，算了，小孩子的事情我就不插手了。随后沈渊直接来到女儿面前，右楚，回家吧。沈右楚看到沈渊出现后，内心的委屈一下子全都释放了出来。弟弟，我好难受啊。他拍了拍女儿的后背，不哭了，我们回圣地，让你娘做你最爱吃的血鸡。沈右楚啜泣道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不甘心啊。沈渊安慰道，咱们先回去冷静一段时间，好好修炼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在这世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过一段时间，你如果心里还不舒服，我帮你把这小子绑回去，这总行了吧？沈右楚听到这话，内心舒服了不少。此时的沈右楚也想清楚了，确实也该离开一段时间了。既然沐尘一直推开他，那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他之前是太过冲动
动了，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既然他们重生了，就意味着这时间线已经发生了改变。如果他执意要强行改变时间线，那可能会引起那些大名的注意。想清楚后，内心也没那么难受了。现在自己好不容易重生了，也该陪一陪自己的爹娘了。而且他回去之后，也能提前联系一些人，帮沐晨提前布局。爹，咱们回去，我要吃10只血鸡。沈渊大笑一声：咱们先回去吧，你自己和你娘说。说完便撕裂虚空，把沈幼楚带回了天华圣地。沈渊回到圣地之后，则是对虚空中说了一声，派出一位暗卫去保护那小子，不是生死危机无需出手，顺便把他的每日动态都汇报给我。对了，顺便打探一下他家族的情况以及大禹皇朝的事情。虚空中传出一道声音：是圣主。沈渊之所以派人保护沐晨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伤心。万一哪天自己女儿想要去找人，那小子要是突然死了，估计幼楚的难受死。而且他对于沐晨的未来也抱有一丝期待，也很想知道这小子究竟隐瞒着什么东西，一直拒绝幼楚让人打探沐家的消息，也是想未来有些准备，早点帮这小子解决完麻烦，自己的女儿也能开心一些。3日后，大禹皇朝柳家，此时柳家一众族老都坐在大厅内，众人一脸严肃：事情都打听清楚了吗？下方一位中年男子回道：族老，目前江家内已经没见圣女的身影了，可能已经离去了，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，还无从得知。柳家族老听到这话蹙了蹙眉，这件事不好解决啊，现在我们柳家已经成了大禹皇朝的笑话了，如果不处理，恐怕会影响到我们柳家的声望啊。这时一位小辈提议，要不我们偷偷把沐晨给杀了，只要把沐晨杀了，再把他们的天阶功法拿到手，我们这次就没有损失了，毕竟我们的目标也只是沐家的天阶功法。这话一出，族老瞥了这位年轻人一眼，这是谁家的小辈？刚刚提议的那位小辈看到族老竟然点名自己，以为自己的提议得到了采纳，便开心的说道：族老，我是3房的远亲。族老点了点头，3房把他逐出柳家，莫要牵连到我们。这家族会议怎么来了个心魔入脑的混账东西？听到这话，小辈顿时慌了神，族老为什么要把我逐出柳家呀？我难道犯错了吗？护卫直接走进来把他拖了出去。片刻之后，大厅重新恢复了安静。柳家族老继续开口：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？众人闻言都是面面相觑，毕竟上一个提出建议的人都被逐出柳家了，他们现在可不敢轻易开口。族老等了片刻，发现没有人开口，他没想到柳家竟然连个提出意见的人都没有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摆了摆手，散了一群废物。这段时间管好自己族内的人，要是让我知道有谁犯事了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说完，大厅内的人便迅速的离开了。议会结束之后，柳家族老便乔装打扮，来到了当朝宰相的府邸。进入书房后，便看宰相文庆正在作画，族老只能一旁静静的等待着。大概过了2个时辰左右，文庆看向柳家族老：你有何事？柳家族老恭敬的回道：文大人，最近我们柳家的事情，您应该也听说过了吧？小的来此是想要请示一下文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文庆闻言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轻轻的抿上一口，赞叹道：好茶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柳家族老闻言愣了一会，这文庆真是一点不着急啊！要知道，针对沐家的事情，就是他一手策划的，当初也是他通过柳家把沐父沐母给骗去了九幽绝地，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这文庆竟然还有心思品茶。文大人，您的茶小的无福消受啊！文庆轻笑了一声，心有怨气。柳家族老闻言，吓得他连连摆手：不敢。文庆缓缓开口：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必惊慌，你让柳如烟去赔礼道歉，把沐晨给稳住，别让他继续深究。他想如何处置柳如烟，就由他去吧。等到了时机调查清楚之后，我自会出手拿下沐家。柳家族老听后一愣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柳如烟就废了呀。身为长女就该有觉悟。文庆平静地看向柳家族老，柳家族老沉默了一会，小的明白，你放心吧，等江家彻底消失之后，我会给予你们柳家一定的补偿的。此时的沐家小院内传来了沐为一阵阵的哀嚎声：哥，能不蹲了吗？我实在不明白蹲马步有什么用啊。哥呀，我哪里惹你不开心了？你直说就好了吗？何必要折磨我呢？已经扎了1个时辰马步的沐为已经坚持不住了，但是每当他想要停下来的时候，沐晨直接手中便会出现一道凌厉的剑气，划过他的裆部，吓得他直接精神了。嫂子走了，你也别把气撒我身上啊！你说说你，嫂子这么美的人又是圣女，有钱有势可以少奋斗几百年，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。这要是我呀，我直接把她给供起来了。原本面无表情的沐晨听到这段话后，双眼一凝，冷冷一笑，显得你聪明了是吧？不想扎马不可以，明天开始你就挥剑吧，每天挥剑1000次，少一次我给你2弟1刀。你放心，我技术很好的，不会让你断子绝孙，只猛逼不伤毛，这样也省得你天天出去祸害别的姑娘。沐为听到这话连忙开始求饶：哥，我错了，别搞我了，我真没有修炼天赋啊，强扭的瓜是不甜的，这不是你亲口说过的吗？沐晨眉毛微微一挑，甜不甜的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解渴，我原来也没有修炼天赋，现在不也可以修炼了？你放心，你哥我不会害你的，你好好打基础，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让你开始修炼，而且这世间只有你我2人可以用此法修炼，你一旦修成，这世界你想去哪就去哪里。沐为闻言一愣，他怀疑沐晨是在给自己画饼，这世间只有他们2人修炼的方法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过沐晨的提议确实很有诱惑力啊，只要自己能修炼了，以后他可以逛遍这世间的青楼，好好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。一想到这，沐为瞬间就充满了动力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哥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原本沐晨还想继续劝说，没想到这小子的觉悟竟然这么高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加油。然而沐晨的话音刚落，沐为便举手道：哥，我想去一趟春风楼，我之前就约了人了，我也顺便和他们说一说，最近不打算出门了，好好修炼。沐晨闻言无奈的摇了摇头：去吧，你悠着点。得到沐晨的许可后，沐为也是开心的说道：哥，你要不要也跟我去啊？那里面可是有很多美人的。
虽然没有嫂子经验，但是也可以养眼了。沐晨摆了摆手，没兴趣，你自己外出注意安全就行，遇到事情先保命。穆维拍着胸脯，哥你放心，你从小教我的那些逃跑手段，我都谨记于心的。当天晚上春风楼，穆维跟着他那群好友来进入春风楼，大厅中歌女们弹着琵琶、古筝等乐器，歌声婉转悠扬，余音绕梁。一些有名的春风楼女子通常会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客人若想与心仪的女子单独相处，需支付一定的费用。当然，想要深入交流也不是不行，要加钱，只要钱够多，那些义女们都会主动现身。老鸨看到穆维他们来了之后，便露出一副谄媚的模样迎了上来。哎呦，诸位少爷们终于来了呀！今天我们春风楼来了一批新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少爷们要不要叫上来长长眼啊？穆维边上的一位胖子闻言，双眼顿时一亮，快把他们都叫上来！老鸨听后笑道：好嘞，李公子，我这就去帮您安排。很快，房间走进来6名风格各异的女孩。少爷们好！李淘淘看到这些女孩后，兴奋地搓了搓手。哎呦，好，兄弟们，我先选了哈！李淘淘来到一位拿着箫的女孩面前，小声地询问道：技艺如何？女孩娇羞的轻笑，就如同我手中的箫一般，吹奏出来的箫声余音绕梁，可以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快乐。小女孩有一点修为在身，如果您愿意支付一些零食，我可以让您感受冰火2重天的快乐，让您当一次神仙。李淘淘大笑一声，好，我愿意为知识付费救你了。其余几人也都挑选了自己心仪的女孩，然而穆维则是蹙了蹙眉头，这不行啊，还有没有别的？给我换一批。这些女孩虽然不丑，但是穆维不愿意将就啊，毕竟这可能是他这段时间最后一次出来玩耍。老鸨闻言顿时笑道：穆公子有的，我这就叫来。然而第2批、第3批一直都没能让穆维满意。这时李淘淘提醒道：穆兄差不多就得了，将就一下就算了，你给人家老鸨折腾的够呛的。穆维轻哼一声，身为男人什么都可以将就，唯独逛青楼不行。老鸨又送走一批后开始抱怨起来：哎呦，江少爷啊，我们春江楼的女孩差不多都出来玩了，如果实在不喜欢我们真没办法，您总不能让我去把花魁们找来吧，毕竟花魁都是不接客的。穆维闻言也是顿了顿，叫花魁来那确实不太可能，但是穆维真的不太甘心啊。真没有了吗？老鸨欲言又止的，有是有，就是那些女孩没有经过培训，可能不太听话，如果您非要选，我可以让他们收拾来一趟。穆维闻言点了点头，规矩我懂，一位女孩10枚下品零食呗，让他们上来看看吧。老鸨笑道：好嘞，您稍等一会，我让他们洗个澡，好好打扮。过了半个时辰后，3位女孩走进了房间内，这几位女孩的模样都非常的出众，甚至有当花魁的潜质。其他人见状，双眼也是一亮，纷纷后悔自己选早了。穆兄这些可都是美人坯子啊，你有福了，我要是你我就全都要了，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。然而此时的穆维大脑已经宕机了，他竟然看到了熟人，最离谱的是此人还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此时的穆维大脑已经宕机了，他竟然看到了熟人，最离谱的是此人还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穆维的父亲曾经还上门求亲过的，他们家人已经同意了，但是这于苗苗以死相逼，拒绝嫁给穆维，并扬言只会嫁给自己心爱之人，绝不会因为家族联姻所妥协。无奈之下，穆府只能劝说穆维放弃，但是穆维万万没想到，这女人竟然出现在了这里。他于家可是名门望族啊，为何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于苗苗看到穆维的那一刻，表情也不是很自然，但是很快就隐藏了起来，娇滴滴的喊出少爷好。穆维听到这声少爷，一时间有些不太真实，又感觉非常的讽刺。当初以死相逼扬言要嫁给爱情的女子，竟然最后出现在了青楼当中。穆维用手指了指于苗苗，就她了。老鸨开心的说道：哎呦，江少爷，终于有您看入眼的了，那我就把她留下了，您慢慢享受。我们家的苗苗还是第一次接活嘛，希望您怜惜一些，如果她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您可以和我说一说，我替她向您道歉。穆维木讷的点了点头。当老鸨带着剩下的2名女孩离开之后，房间内的氛围就变得有些不太对劲起来，因为不只是穆维认出了这女孩，李淘淘也都认出来了。他深知穆维和于苗苗之间的关系，起身招呼其他人：兄弟们，咱们换个房间，把这里留给穆兄吧。其他人感受到穆维表情不太对劲后，纷纷带着女伴离开了。当房间内只剩下于苗苗和穆维时，于苗苗淡淡的开口：穆少爷，这是我第一次陪侍，春江阁规定需要100枚下品零食，以后你如果常来的话，可以适当优惠。琴棋书画小女也是样样精通，如果穆少爷您有闲心的话，小女也可以给您弹奏一曲。穆维看着于苗苗失神的喃喃道：100枚下品零食，100枚下品零食。当初他的父亲上门提亲的彩礼，光是礼金超过了100万下品零食，更别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珍宝呢。如果按照陪侍的价格来算，光是彩礼钱就能买下这于苗苗下半生了，这太讽刺了呀！穆维上前拉住于苗苗的手：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不是有人逼你的？只要你和我说，我把你赎出去。穆维感受着于苗苗那柔软的小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牵上，这要是换做以前，估计于苗苗早就把他甩开了。他内心甚至还期待于苗苗能把他拒绝，如果拒绝了他，那至少说明于苗苗还是以前的那个于苗苗。可是于苗苗并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任由穆维牵着。于苗苗平静地回道：小女自愿来此，没有任何人强迫我。穆维听到这话，感觉天都要塌了，自己的白月光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以前的他也是一个专情的男人，为了追求于苗苗，可以说是用尽了一切心思，甚至还跑去和沐尘请教。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付出的一切真心全都付诸东流。我不信，你骗我对不对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，你不会是自愿的。然而于苗苗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而是缓缓地开始脱下自己身上的衣物，边脱还边说道：小女确实是自愿的，100下品零食陪侍。穆公子，您愿意为小女花100枚下品零食吗？啊！穆维看到这副模样的于苗苗，可以说是彻底破防了。我不愿意，我不要，滚啊！然而于苗苗淡淡地说了句：我的第一次给你，我是愿意的，这总比给一些不认识的人强。你如果不要，我就离开了。穆维原本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心，再次被补了一刀，这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难受。如果他现在把于苗苗推出去，就意味着将他送给别人；如果不推出去，他现在真没那个心思了。早知道他就不出来了，看什么第一个季了。他宁愿永远也不知道这件事。而
于苗苗一直都是他心中的白月光。穆维看着已经穿上衣裳，正要转身离去的于苗苗，连忙一把拉住了他。你跟我走好不好？和我回江家，我把你赎回去。于苗苗淡淡的说道。你赎不回去，他们不会放了我的。说完，于苗苗再重复了一遍：100下品灵石，你要我就脱衣服，你不要我就离开，还请穆公子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穆维闻言连忙说道：我要，你别走，这100枚下品灵石我出。于苗苗点了点头，接着便开始脱下衣服。然而脱到一半之后，穆维给拦了下来。不用脱了，今晚你陪着我就行，明晚我还找你。于苗苗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你花了钱我就要赔偿。明日的事情明日再说，你如果花了钱，我还是完璧之身，老鸨会找我麻烦，认为我招待不周的。穆维顿了顿也不挣扎了，任由于苗苗摆布，一夜无话。穆维低头看着床单上的落红，内心百感交集。这是他的第一次，也是穆维的第一次。别看穆维经常逛青楼，但是他一直都是只看不碰。穆维明显的感觉到于苗苗很生疏，但是又在用尽全力的讨好他。越是这样，穆维的内心就越是难受。于苗苗离开之后，穆维第一时间找上了老鸨。昨日那女孩，我想帮她赎身，需要多少银两？老鸨听到这话愣了一会。穆公子您就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家苗苗是非卖品哦，谁都不能帮她赎身呢。如果您看上其他的女孩，倒是可以帮她赎身，哪怕是花魁也可以哦。穆维疑惑道，为何于苗苗不行？哎呀，江公子，您就别为难老身了，这是上面的指令，我也是按规矩行事。这苗苗我可不敢卖呀。穆维沉默了，给钱都不行。老鸨没有说话，而是摇了摇头，表明了这件事没法谈。这时穆维拿出一袋灵石递到老鸨的面前，这里是1000枚下品灵石，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，我把于苗苗包了这总行了吧。他第一次感觉到内心中有种深深的无力感，如果有权或者自身实力强大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？老鸨接过灵石，瞬间露出了笑脸。哎呀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这段时间苗苗就属于您一人的，苗苗遇到您算是有福了。穆维提醒道，这段时间你不许让他接待其他客人。老鸨一脸笑意的回道，穆公子您放心，我们都是规矩人，只要您不把他赎走，一切都好说。穆维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后，便来到了沐尘的小院内。沐尘看到穆维这模样有些诧异，怎么出去一晚上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小维你怎么了？哥，没事，今天不是要练剑吗？我来练剑的。穆维摇了摇头，他不想把这些事情和沐尘说，因为说了也没用，他也没办法解决。和他说只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。你心思不在这里练不了剑，你先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你不想说，那就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，你这样是无法练剑的。穆维沉默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把昨天的事情说给了沐尘听。沐尘听后有些惊讶，你说在青楼里遇见了于苗苗？穆维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过去了几年时间了，沐尘竟然还记得于苗苗。恩哥您对他还有印象啊？此时的沐尘内心可以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，这于苗苗可不简单啊，前世他也没少听过于苗苗的名声。这于苗苗可不简单啊，前世他也没少听过于苗苗的名声。人送外号绝情魔女，她自身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亚圣，距离圣境也不过是一步之遥。之所以获得这个称号，是因为她有一个奇怪的嗜好，只要是她看见进过青楼的男人，直接毫不犹豫的杀了，根本不讲任何的道理。而且此人非常讨厌男人，但凡他看不顺眼的都会直接杀掉。还有一段时间大禹皇朝受到了大清洗，整个大禹皇朝的权贵直接被他杀了2/3以上，具体是因为什么事情无人得知。沐尘万万没想到，竟然能从穆维的口中得知这于苗苗的消息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穆维曾经竟然还让他爹去提过婚。这件事要不是穆维说，他还真记不清了。这于苗苗目前看来应该还没有黑化，如果现在能把他救出来，再好好培养，说不定未来是一个不小的助力呢。毕竟他可是亚圣巅峰啊！一念至此，沐尘便看向穆维，你想不想把于苗苗救出来？穆维想都没想，直接点头，想。可是我们好像没办法呀，他们不让赎。沐尘点了点头，行，只要你想我就帮你，这件事交给我就行。这段时间你多去和苗苗接触，联络感情，多深入交流。穆维呢喃道，深入交流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可是哥，真的能行吗？沐尘拍着胸脯保证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和他培养好感情，其他事情交给我。穆维看到沐尘这信誓旦旦的模样，便起身说道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有事情跟你通知我就行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。沐尘看着穆维这猴急的模样，蹙了蹙眉头，这小子这么着急干嘛？培养感情是需要慢慢来的。然而沐尘不知道的是，他想表达的意思和穆维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。此深入交流非彼深入交流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于苗苗估计要遭老罪了。穆维刚离去不久，管家张博便匆匆的走了进来，少爷柳家来人了。沐尘听后愣了一会，来人了？谁来了？张博解释道，很多人，而且还闹出不小的动静呢。他们想干嘛？沐尘眉头微微一挑，喃喃道，按理说这时候他们柳家应该避着他点，没想到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柳家应该没那么傻来找自己麻烦吧？思考片刻后，沐尘开口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张博提醒道，可是少爷，如果让他们现在进来，我们恐怕不好处理啊。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且修为比我们的护院要强上不少，让他们进来，万一他们对少爷您下手，这该怎么办？沐尘摆了摆手，没事，他们不敢动的，我去准备点东西，你让他们去客厅等着就行。张博叹了口气，行了一礼之后，便按照沐尘的吩咐，去把柳家的人给请进来了。大概过了1刻钟左右，柳家的人已经来到了穆家客厅当中，然而沐尘压根没有出来的意思。柳家的家主此时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，一些柳家的小辈忍不住开口道，这沐尘该不会是耍我们的吧？竟然那么久了还没出来，我们柳家登门他不主动迎接就算了，竟然还让我们等那么久。柳家的家主听到这话也没有反驳，因为在他心中也不太理解族老的做法，为什么要让他们来道歉呢？最让他没办法接受的是，还要主动交出自己的女儿，请求沐尘的谅解。他看了一眼被捆绑起来的柳如烟，内心可以说是五味杂陈。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沐尘还是没有出现。柳家的众人此时心中已经升起了怨气，族长，要不我们走吧？这穆家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我们来了那么久没人接待就算了，竟然连一杯茶水都不给，他们什么意思啊？真当自己还是以前的穆家呢？听说那圣女沈幼楚也不在了，他们竟然还敢端着，要不是族老提醒我们，我真想直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柳家族长听后内心虽然也非常的不爽，但是心中依然记得族老的交代，这件事必须要完成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等到他出来为止，让人去和他们管家说一声，催促一下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沐
沐晨便从大门缓缓走了进来。他之所以晾着这些人那么久，是因为他要准备一些东西，万一这些人狗急跳墙，想对自己出手，他也好处理。当沐晨看到柳如烟被捆绑着的时候，他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想要干嘛。沐晨来到柳家主的面前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是该叫你岳父，还是柳家主呢？”柳家主听后愣了一下，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。贤侄虽然说我们之间有些矛盾，但是如果你还愿意娶我们家柳如烟，我还是非常乐意当你这个岳父的。我可高攀不起啊，毕竟你们柳家家规森严。说完这话，沐晨看向柳如烟说道：“你说对吧？”柳如烟脸上并没有太大的表情波动，因为她已经心死了。今天进入沐家注定没有好下场了。如果沐晨看得上自己，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他的静雯，每日会被他肆意玩弄，想要名声估计都不太可能。沐晨看不上的话，他大概率也会死，因为他对家族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。反正他心爱之人也已经死了，也没那个能力报仇，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。沐晨看到面无表情的柳如烟，顿时感觉没什么意思。他本以为这柳如烟会像上一世那样趾高气扬地看着他，或者开口嚷嚷着帮宋晨报仇之类的话，没想到这女人竟然没有任何的表示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认命了，还是说柳家实在调教的太好了的原因。柳如烟竟然没有任何想要反抗的意思。一旁的柳家族长听到沐晨这一番话，便开口道：“贤侄，这件事情完全是误会。当初在婚礼现场上，如烟本来是想和你开个玩笑的，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。我们柳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家规呢？我们柳家是很开放的，也非常的友好。最关键的是如烟嫁给你，要说规矩也是按你们沐家的来啊。”沐晨闻言摇了摇头，他懒得和这些人扯犊子，他和柳家也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。前世就是因为柳家，导致了他们沐家发生了灭门的惨剧，他的爹娘也是被他们骗入九幽绝地的。虽然他们不是主谋，但是也是帮凶啊。沐晨没理由放过他们。柳家主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，你我心知肚明。成婚之事也不用再提了，你来我沐家有何目的，你直说就行。沐晨的话音刚落，柳家主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，没想到这沐晨没那么好糊弄，他更没想到这沐晨竟然直接摊牌了。既然如此，他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。我们这次上门，主要是带如烟前来道歉的，人我可以交给你，你怎么处置你自己决定。你们沐家之前下的聘礼，我也已经拿了过来，这里还有1/3的洗髓玉，就算是我们的赔礼了。沐晨闻言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这柳家竟然拿出这么多东西来赔礼，他们究竟要干嘛？他本以为这柳家顶多道个歉，把聘礼退回就完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连洗髓玉都拿了出来。要不是知道柳家做过什么事情，他真以为他们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。思考再三后，沐晨开口道：“东西留下，成婚之事我当作没发生过。”沐晨这么说，并不意味着以后会放过柳家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计较成婚之事，但是并没有说不计较他们坑害自己爹娘的事。既然他们都把东西送上门了，他没有拒绝的道理。这洗髓玉他虽然用不上了，但是沐为还是用得上的。有了这洗髓玉，沐晨弄一些药材，就可以帮沐为疏通经脉，让他踏上修行的道路。柳家主听后内心也是松了口气，只要沐晨答应下来，那他这次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更让他欣喜的是，这沐晨好像并不在意自己的女儿，那就意味着可以把她带回去。虽然说现在的柳如烟已经废掉了，但是她这长女的身份还是有点作用的，可以让柳如烟下嫁给忠于柳家之人，用来笼络人心。哈哈哈，贤侄愿意接受我们的道歉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毕竟我们俩家以前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，以后我们还要多多走动，多联络呀。既然误会已经解释清楚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正当柳家主想要带人走之后，沐晨这时候开口道：“柳如烟留下。”柳家主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贤侄这是？沐晨缓缓说道：“让她留在这里几天当侍女，我希望能看到她的道歉诚意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”柳家主沉默了片刻，当侍女那不就是陪侍吗？如果真让柳如烟留在这里陪侍几天，那她以后再想嫁人恐怕很难了。但是柳家主他还真不好拒绝，陪侍几天总比没命强，大不了以后柳家封锁消息，让她下嫁到其他皇朝进行联姻就行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那就让小女留下好好道歉。当柳家一行人离开之后，沐晨对着柳如烟说道：“跟我回房。”柳如烟闻言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。对于柳如烟的反应，沐晨压根不在乎。他之所以把柳如烟留下来，那是因为他要搜魂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宋晨密钥的消息。等到柳如烟和沐晨进入房间之后，沐晨直接把柳如烟给敲晕了过去，直接开启了搜魂。半个时辰后，沐晨搜魂结束后，又使用了秘法把柳如烟这段时间的记忆给删掉了，然后直接把柳如烟扔出了门外。此时的沐晨正在整理关于柳如烟的记忆，看完关于宋晨的记忆后，沐晨也是蹙了蹙眉。虽然没有关于密钥的消息，但是从柳如烟记忆中的宋晨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面部表情很奇怪，从没见过他笑过。哪怕是他们在行房的时候，这宋晨面部也非常的僵硬，就和傀儡一样。如果不是沐晨前世见过宋晨，他估计也察觉不到这样的异常。沐晨喃喃道：“这宋晨该不会是傀儡吧？”虽然宋晨还活着的概率很低，但是沐晨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的错觉。反复观看几遍记忆后，越看沐晨越觉得这个宋晨很奇怪，根本不像是一个人。如果这个宋晨是傀儡的话，那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宋晨还没死？一想到这，沐晨就感觉有些头疼。如果那货没死，还真不好找出来，而且他大概率会和前世一样，进入龙渊秘境当中把化天池给吸收干净，到时候他就白忙活了。不行，一定要把这小子给找出来。重复观看几次柳如烟的记忆之后，沐晨内心那种不安的感觉就越发的强烈。接着沐晨双手结印开始施法占卜，然而让他震惊的是，自己的占卜竟然被屏蔽了，占卜出来的东西竟然全是一片灰雾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提示。虽然沐晨此时的修为很低，无法占卜到宋晨确切的位置，但是预测一个大概方位还是能做到的。但是这个灰雾的出现直接把所有信息都给屏蔽了，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只有3种办法。第一，那就是宋晨的修为比他高出很多，自己无法占卜。第二种方法，宋晨身上有秘宝可以屏蔽占卜。第三，那就是他身边有强者在保护他。这3种办法中，第一种是最不现实的，至于第二、第3种办法还是有可能的。那小子气运一直都很不错，有护道者保护他也很正常，如果有强者保护他，那就麻烦了呀。
虽然没有占卜到那宋晨的具体位置，但是此番占卜下来可以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那宋晨还活着。思索片刻后，牧尘便决定先不管他。如果宋晨真的进入了龙渊秘境，到时候牧尘会把他窃取华天池的消息告知给各大皇室，到时候这宋晨也会被通缉。虽然这些皇朝大概率也拿宋晨没办法，但是至少能恶心他一段时间，不让他安心发育。等到自己修为恢复之后，到亚圣拿到天机罗盘后再找他就是了。有了天机罗盘，他想躲基本上不太可能了。同一时间，幽灵山谷一处隐蔽的山洞内，宋晨体内的老者沉吟道：“晨儿，有人在占卜你的位置，此地不能再待了。”正在修炼的宋晨没听到这话后一愣：“什么？难不成是那位圣女？”老者摇了摇头，不太像，我感觉对方的修为不高，大概也就是明丹境左右。如果是那位圣女出手，对方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收手。宋晨闻言也是一脸的不解：“明丹境，我之前出去好像也没得罪人啊，非要说得罪人，好像也就只有那圣女一人了。”老者建议道：“无论对方是谁，我们都先换一个地方隐修比较好。再过10日，你的分身也能凝聚出来了，到时候再出去试探就知道了。对方想要针对你，肯定还会出手的。”宋晨点了点头，内心也在思考着最近的遭遇，但是想了半天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究竟是谁在针对他。顿了片刻后，牧尘的面容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该不会是那小子吧？这个念头刚出现，宋晨又有些疑虑，难不成知道自己被绿了，然后针对自己？按理说牧尘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才对啊，他实在无法理解。可是如果不是此人，宋晨实在想不通自己还得罪过谁了。虽然知道牧尘目前没有修为，但是他丝毫不敢大意。等我分身凝聚出来后，我再去试探试探他。如果真是他，那要找机会把他给杀掉才行，不然留着也是个后患。宋晨体内的老头提醒道：“晨儿别想了，先换地方吧。”宋晨询问道：“师傅，您有推荐的地方吗？这片区域我不太熟悉，往西边走那有条小溪，小溪右侧有一块隐蔽的区域，需要破除结界才能进入。等你到了地方，为师会教你如何破除这个结界。”宋晨闻言点了点头，便快速的收拾山洞内的物品，并且把这里生活过的痕迹全都给摧毁了。10日之后，三皇子亲自来到江府，把皇朝排名大比的事情通知给了牧尘。牧尘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。这种事情，殿下您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派个人来通知我就行了。三皇子摆了摆手，不打紧，我也想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而且我父皇也有东西要赠予你，这东西不好经过他人之手。说完，三皇子从储物戒内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瓶，小心翼翼地递到了牧尘的面前。此丹药名为镀金丹，服用之后便可以让穆兄你直接突破到明丹境，到时候参加大比你的成绩也能更好一些。这也是我父皇亲自交代要赠予你。牧尘看着三皇子手中的玉瓶，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他万万没想到这皇室竟然能拿出这样的丹药。这镀金丹虽然在他眼里很一般，但是对于这大禹皇朝而言，可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啊，其价值几乎可以媲美柳家的吸水玉了。而且他是非常清楚这皇室目前的处境的，大禹皇朝的皇室是被人给架空了的，空有名誉，但是具体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在文钦的手中。他们能在这时候拿出这样一枚丹药，是真的挺重视自己的。然而让三皇子没想到的是，牧尘竟然摇了摇头，拒绝了这枚丹药。殿下，这丹药太过贵重了，您还是收回去吧，我现在已经用不上这镀金丹了。说完，牧尘便释放出了自身的气势，此时的他已经突破到了明丹境2层。三皇子看到这气势，内心顿时一惊，这才过去了多久？这牧尘竟然已经达到了明丹2层，这修行速度未免也太恐怖了吧？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要知道，一般人从退凡境巅峰突破到明丹2层，最快的都要1年左右的时间，这还是一些天才拥有资源的情况下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卡在了退凡境巅峰。没想到这牧尘竟然只用了短短10几天的时间，这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他了，这简直就是妖孽啊！如果老将军还在，他应该会很开心的吧？这将木兄，殿下不必如此惊讶，我这修行速度放在圣地当中也就只是一般般。三皇子闻言瞬间反应了过来了，对啊，这牧尘背后可是站着圣女的，圣女随便给他一些修炼资源，他修炼速度能不快吗？看来这圣女和牧尘的关系真如传闻中所言，这消息必须要尽快报告给他的父皇才行。三皇子感慨了一声，木兄你的修炼天赋就如同妖孽一般了，我们大禹皇朝第一天才阿健和你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了。牧尘闻言笑了笑，并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前世的他修炼天赋只能说是平平无奇，自从他自创元荒经后才开始崭露头角的。不过也因为他自创的这个功法才导致他被追杀的，因为这功法太过逆天了，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修炼方法，一旦此法暴露出去，那这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也是那些顶级势力隐士家族不能容忍的。因为牧尘的出现已经干扰到他们管理这个世界了，他们如果不对牧尘出手，这元荒经一旦暴露出去，那这世界的散修将会人人如龙。重生后的牧尘也想过隐瞒这个功法的事情，或者重修别的功法，但是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这些想法，因为元荒经就是这世间最好的功法，他没理由放着顶级功法不修，转而去修炼其他的功法。前世的他之所以被通缉，那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底蕴，也没有任何的准备。这一次重生后，他脑海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，只要布局完美，拉拢到更多的顶级势力，那他便可以光明正大的把这个功法公布出去。前世的牧尘之所以暴露，那完全就是因为天道的问题，一旦牧尘达到圣境，将会天降异象。由于他创建全新修炼体系的缘故，天道亲自帮助牧尘命名功法元荒经，而元荒经这名字则是和元荒大陆同名，能以大陆命名的殊荣曾经只出现过一次，那就是元荒书院，这也是天底下最强的势力没有之一，能让天道以大陆名字来命名，这世间只有牧尘和元荒书院有此殊荣。牧尘的功法除了会动摇他们的根基外，还会让他们所有人蒙羞，而修炼元荒经后，牧尘注定要走上一条不同的路，前世基本
本上就是他和沈右楚两人共同对抗整个元荒大陆。这一世他必须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，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招兵买马，笼络人心，最好是找机会加入元荒书院。只要进入了元荒书院，让书院大能为沐尘担保，那他这一世就不会再被世人所通缉了。就算有人想动他，也只敢偷偷摸摸的下手，只要别人不敢光明正大对他下手，那沐尘就有把握登临这世界之巅。他现在缺的只是时间罢了。沐兄，看到你如此修为，我就放心了。7日之后，我们将会正式前往本次举办排名大比的圣羽皇朝，到时候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，也可以独自前往。到了圣羽皇朝，来到我们的驻地找我们即可。沐尘点了点头，明白了，到时候我会跟着大部队一同前往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有件事想要请求皇子殿下帮一帮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三皇子闻言，双眼顿时一亮，想都没想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他正愁没办法拉近关系，没想到沐尘竟然找自己帮忙了。没问题，只要沐兄开口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帮你。沐尘开口道：“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让您帮我在春风楼赎回一位义女。”三皇子愣了一会，就这事？三皇子不太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沐尘自己做就行了呀，为何还要让他出手？难不成这沐尘是没银子？更新了，更新了。三皇子一口答应下来，没问题，这件事交给我就行。那义女叫什么名字？于苗苗。三皇子记下名字后，沐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。殿下，拜托了。沐尘对三皇子行了一礼。中州天华圣地内，沈渊看着属下把沐尘近期的情况汇报上来后，也是有些惊讶，这小子修炼的速度这么快，他可曾服用过丹药？下方一名身穿黑袍的男子摇了摇头，未曾发现他服用过丹药，就是他修炼的功法有些奇特，他仿佛不需要吸收灵气一般，但是体内的灵力却在疯狂的上涨。沈渊闻言愣了一会，这不是右楚最近修炼的方法吗？难不成右楚的修炼方法是这小子传授给他的？这功法他也曾经询问过沈右楚，但是右楚什么都不愿意说。沈渊喃喃道：“源头原来在这小子的身上啊！这功法非常的强，如果能拿到手让宗门弟子们修行，那他们天华圣地的实力恐怕要暴涨了。”沈渊沉思片刻后又叹了口气，如果这功法在其他人的手中，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，但是这功法在沐尘手中就不一样了，硬来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硬来，自己女儿知道后，估计会炸毛。以沈右楚的性格，如果要闹事的话，估计整个圣地都不会安宁。最重要的是，沈渊也没必要强抢沐尘的功法。这功法目前看来虽然挺神奇的，但是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，还是个未知数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还不如等到沈右楚学成后再做打算。这时沈渊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开口问道：“对了，沐家的事情查得如何了？”属下听到沈渊的问话，也是恭敬地回了一句：“圣主，沐家的事情，目前我们还在打探消息。我们虽然探查到了一些苗头，但是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敢妄下定论。”沈渊沉吟道：“说说看，打探到什么消息了？”黑衣人点了点头，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份情报，沐尘双亲消失的事情和柳家有关系，而这柳家背后的靠山则是大禹皇朝的当朝宰相文庆。前段时间我们还探查到，这柳家的族老还秘密前往了文家，密谋沐家之事。不过他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行动，似乎在等待一个时机。沈渊听到这话，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。这大禹皇朝的帝皇竟然如此无能，竟被人钻了空子。然而黑衣人的回答让沈渊有些吃惊，并不是，禹皇的风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励精图治，而且治国手腕也是非常的灵敏。沈渊闻言，双目微微一凝，一瞬间脑海中便想到了许多的事情。如果这禹皇不是昏庸之辈的话，那这大禹皇朝的水恐怕有点深啊。沈渊想了想，对着属下吩咐道：“继续看着沐尘就行了。大禹皇朝的事情到此为止，如果遇到他无法解决的事情，再来通知我。”次日，三皇子的门客带着三皇子信物来到了春风楼，和老鸨沟通了一番说明来意后，老鸨也愣住了，内心也开始泛起了嘀咕：三殿下莫非也看上了于苗苗？这于苗苗虽然也挺美丽的，有当花魁的潜质，但是三皇子没必要为了一位义女出面吧？老鸨内心做了一番斗争后陪笑道：“您稍等，我去询问一下楼主，找一找于苗苗的卖身契。”三皇子的门客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催促。老鸨快速找到了楼主，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后，楼主沉吟道：“打断于苗苗四肢，让他服用尸神丸，然后让三皇子的人带他走吧。”老鸨闻言愣了一会，这要是这样做，会不会太过了？楼主摆了摆手：“无妨，你按我说的事情做就行了。三皇子只是要人，那就给他吧。如果三皇子因为此事迁怒于我们，该怎么办？”老鸨欲言又止的说道。楼主听到这话不屑的笑了笑，他不敢的。如果他识相点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；如果他想要继续追究，呵呵。接下来的话，楼主并没有明说，但是老鸨只感觉到背后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楼主胆子竟然这么大，想要对皇子下手。楼主，我明白了。老鸨对着楼主行了一礼后，便转身快速离去了。来到后院，便看到刚刚陪完沐为的于苗苗，正一脸的倦意在清洗衣物。于苗苗看到老鸨带着一群人，气势汹汹的来到他的面前后，内心也开始泛起了嘀咕，自己最近一直都在陪沐为，也没有得罪其他人啊。老鸨这副模样是要干嘛？老鸨看到于苗苗后，直接让人打断了他的四肢。于苗苗闻言直接愣住了，他不理解，难不成自己的计划暴露了？被群殴的于苗苗硬是一声没吭，哪怕是被打断了四肢晕了过去，都没有发出一声求饶。老鸨看到已经昏迷的于苗苗，便用手扒开了他的嘴巴。为了一枚尸神丸，做完这一切后，老鸨拍了拍手，把他抬出去吧，然后把他的卖身契拿来。三皇子的门客看到于苗苗这副模样，面露不悦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人都废了，我们家皇子要来有何用？”老鸨陪笑道：“公子，这您就误会我们了。之前这于苗苗不太听话，我们就稍微教训了一下，没想到竟然没扛过去。你们来的不是时候，如果提前来那么一天，就能见到完好的苗苗了。这实属有些可惜。”门客瞪了老鸨一眼，这人在糊弄傻子呢，这身上的伤势明显就是刚打的。
不过他也不好发作。三皇子的命令只是让他来赎人，他内心虽然生气，但是还是保留着理智，把手续赎金缴纳完后，他便让人抬着昏迷中的于苗苗回到了皇子府邸。三皇子看到于苗苗这副模样，也是第一时间把御医找来。然而经过御医的一番诊断后，摇了摇头，殿下，此人的命虽然能暂时保下来，但是他已经服用了尸神丸，在下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为了减少他的痛苦，属下建议直接给他一个痛快吧。三皇子惊呼道：什么？服用了尸神丸？这尸神丸无解，除非拥有净化领域的圣者亲临，使用领域净化掉尸神丸的毒性。不过这怎么可能呢？毕竟圣者可没那么好请。这于苗苗到底犯了什么事啊？竟然让人如此针对。三皇子喃喃道：要知道这尸神丸也是非常稀有的东西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把这样的丹药用到了一位义女的身上。你先帮他稳住伤势吧。对着御医吩咐完后，三皇子看向了明客，把沐尘请来，问问他如何处理吧。大概过了1刻钟左右，沐尘和沐维匆匆地赶到了三皇子府邸。沐尘看到躺在床上的于苗苗，眼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只是有些诧异。这蝴蝶的翅膀已经开始扇动了，这于苗苗的命运已经发生改变了。前世的于苗苗是会从春风楼里逃出来的，没想到三皇子去要人后，竟然把对方逼急眼了，直接来了个狗急跳墙。沐尘内心也在思考，要不要救这于苗苗。他确实是有办法救于苗苗，如果他出手的话，很轻松的就能把于苗苗身上的问题给解决了。但是他不想自己出手，而是让沐维自己动手。他可以把救人方法交给沐维，这也让他有一些修行的动力，这样既能让沐维努力修炼，又可以让俩人和谐相处。毕竟之前他们相处都是在青楼内的，虽然于苗苗表面上可能不会说什么，但是内心总归是有疙瘩。俗话说得好，日久见人心。当他看到沐维为了他努力修炼，就是为了救活自己，但凡还有点人性，都会感动的。一旁的沐维此时眼神有些空洞，内心无比的绝望，但是碍于这里是皇子府邸，他不好把心中的情绪发泄出来。这时沐尘开口道：小维带人回家吧，别太难过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实在不行我帮你向圣女求助，她应该会有办法。沐维闻言双眼重新散发出光彩，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沐尘拍了拍沐维的肩膀，我骗你干嘛？先带回家吧，你放心，有我在出不了事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两人把于苗苗带回江家，并且安置好之后，沐维便迫不及待地说道：哥，咱们联系圣女吧。沐尘摇了摇头，不必了，救人的办法我有。之所以说要找圣女，是说给三皇子听的。沐维愣了一会，哥，你说你能救苗苗，不是我。